越有钱越幸福吗？怎样是追求幸福的科学方法？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吧。2012年6月28日，第66届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3月20日定义为国际幸福日，并在每年这个时候发布世界幸福报告。芸芸众生忙碌奔波度日时，我们的直观感受可能是越有钱的人越幸福。2018年，中国人均 GDP 为$9900，差不多大多数中国人都解决了温饱问题。可是2018年的幸福指数排名反而从前一年的86位下滑至93位。作为中国人，你觉得你自己现在幸福吗？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恭喜你继续保持；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原因又是什么呢？我们到底该怎样追求幸福呢？首先，我们必须知道幸福的定义。幸福是指一个人自我价值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喜悦，并希望一直保持现状的心理情绪。在《幸福的方法》这本书中，哈佛教授泰勒博士把人们的生活状态分成4种。第一种，注重眼前的快乐，却不为任何可能发生的负面后果而担忧的享乐主义型，可以说是现在流行的月光族了。他可以花掉全部的薪水买一个奢侈品，一时痛快一时爽，但这种感觉并不能持久，很快会被还信用卡的焦虑冲淡掉。第二种是牺牲眼前幸福，为了追求未来目标的忙碌奔波型，就是认为成功就能带来快乐。他可能是高薪厚禄、为人羡慕的工作狂，但其实闷闷不乐的。第三种，对生命丧失了希望和欲望，既不享受眼前事物，也对未来没有期望的虚无主义型。他可能觉得生存没有意义，情绪抑郁。第四种，享受当下的时期，并努力可以获得未来满意度的幸福型，这是真正平衡的幸福感。这4个现象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，只是侧重不同。而感觉幸福、心态良好就是一种综合的过程。积极心理学的鼻祖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提出一个公式，来说明持久的幸福究竟从何而来。在这个公式中， H 代表你的幸福持久度， S 是你的遗传基因， C 是你的生活环境， V 是你可以控制的因素。3者共同作用影响了我们幸福持久度。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研究人员发现，对幸福的感知能力有50%受到遗传的影响。在一样的环境和困难面前，有些人先天就比别人乐观一些，知足常乐，而生活环境泛指一般难以短时间为人们改变的因素，比如家庭背景、健康条件、社交生活等等。一项跨国调查显示，在比较富裕的国家，国民的生活满意度确实比较高，但是当人均国民收入一旦超过$8000以后，基本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，大家的幸福感就很难再提高了。比如说，在美国跻身福布斯排行榜前100名的富豪，他们的幸福感也只比普通美国人多一点点而已。再说到健康，看起来好像和幸福也有非常大的关系，但实际上关联度还是比较弱的。比如说，一个非常健康的人，但是他天天杞人忧天呢，而一个失去四肢的人乐观向上，他们之间的幸福感就不言而喻了。所以主观上对自己健康状态的判断才会真正的影响到幸福感。基本上在这个公式里，基因是不能改变的，环境很难改变，那剩下可以让我们更加幸福的方法就是提升我们的可控因素了。那哪些可控因素可以提升我们的幸福度呢？在我看过《真实的幸福》和《幸福的方法》2本书后，感觉这3个词可以帮助到我们：习得性无助、优势和美德、心流体验。第一，控制习得性无助。关于习得性无助，心理学家是从一个动物实验中得出的。当一些狗被关在笼子里电击的时候，一开始会反抗，到后来重复几次，发现反抗都没有作用时，即便这个时候笼子可以很轻易地打开，它们也放弃了努力，只是在原地哀嚎。这种失败后就认命了，放弃希望和努力的心态，就是习得性无助。实验告诉我们，有1/8的实验对象从一开始就放弃了。即便如此，仍然有1/3的实验对象，不管怎么样被电击，
都持续的反抗，从不放弃。人也是这样，有些人遇到挫折可能就一蹶不振，但殊不知这一次的失败并不代表永恒。当我们知道习得性无助的存在的时候，就可以控制这种情绪，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过去的挫折。只要相信还活着，就可以改变。第二，发挥优势和潜力。比如说，一个人他收拾东西的能力非常差，办公桌永远非常乱，但是呢，他的创造能力很强。这个时候，比起花时间让他去收拾桌子，那么不如花更多的时间来发挥他的创造力，来创造价值。这样子会让人来得更幸福一些。也就是说，不要去跟他人攀比你的劣势。也许你的经济条件、家庭背景、学历比不上一些人，但是你仍然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。发掘自己的潜力，并发挥这些优势，会让你感觉更幸福一些哦。同时，帮助他人、宽恕、感恩，用这些美好的品德来对待事物，也会让你获得比中彩票更持久的幸福感。第三，获得心流体验。心流体验的概念最早源于心理学家齐克森·米哈里。他观察到，当人们在从事一些工作时，全神贯注，经常忘记时间以及对周围环境的感知，这种感觉就是心流体验。比如你认真地写一篇文章、下一盘棋的时候，废寝忘食的感觉，就算这件事的外在报酬很小，可你还是很享受。要获得心流体验的关键，就是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、擅长的且有意义的事情，可以坚持下去。所以，简单总结，提高幸福感的方法其实就是一句话：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过去，并且迎接未来，控制好自己的挫败感，相信那只是暂时的，充分的发掘并发挥自己的潜力和优势，去做喜欢的、有意义的事情。研究还表明，拥有良好人际关系的人普遍幸福感比较高，所以友善待人，不管是亲人、朋友，都微笑以对，那么你的幸福感会飙升哦。幸福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现状，而是取决于我们对现状的态度。所有人都有能力取得幸福，希望你能发掘生活中的小喜悦，幸福快乐每一天哦。用知识解释生活，记得关注我哦。